赵露思点评郑业成，称他是一个会开车的演员，给自己更多的科普。郑业成的人气因为《你好》的热播而大涨。明显的变化是，网友们对他越来越考古了。期间，他多次因考古登上热搜榜单。那个时期的状态真是太搞笑了，不愧是东北艺人，很有幽默感。既然要做考古，难免会牵扯到很多其他人，比如搭档都是典型的人，为了拍戏朝夕相处，素材肯定是丰富的。赵露思就是其中之一，郑业成考古之路的一员。赵露思评价郑业成会开车，给自己科普了很多。赵露思和郑业成的缘分是从3000压杀中的合作开始的，当时两人并不火。赵露思主演的传闻中的陈芊芊还没播出，没人关注。因为合约纠纷解决，郑业成已经很久没有正常接档节目了。两人属于革命友谊，合作比较融洽，不分高下。芒果 TV 开播后，该剧的表现还算中规中矩，有了一定的热度，但并没有那么明显。近日，赵露思为该剧宣传的一段采访被挖掘出来，其中有一段是关于郑业成的。当被问到对郑业成搭档的评价是什么，赵露思的回答恰恰相反，她说的比较真实，在媒体面前直言不讳，直言郑业成是他见过最好的开车演员，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。这里的开车自然不是指字面意思的开车，大人应该明白另一种意思，这是一种带有色彩的语言艺术表达。这种行为以前在网络综艺节目中很常见，但因为太过普遍，被广电总局限制了。是怕教今天的年轻人，是为了纠正社会上的不良风气。郑业成的开车得到了赵露思的说服力，可见郑业成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是多么的享受，借有色的东西来缓和搭档的合作气氛。只是方法有点欠缺而已，不过也罢了，都是私底下的事，还没有上台。作为艺人，私底下还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开玩笑。至于郑业成给赵露思科普了什么，作为外人自然不得而知，具体内容的定位人尽皆知，不适合在荧幕上讨论，也只有大人才能知道。赵露思比郑业成小5岁，面对这位哥哥的科普，他也长了一些见识。如果以后遇到类似的骚扰，能明白其中的意思，自觉躲避。说句题外话，郑业成和赵露思在剧中还有不少吻戏。郑业成挑大梁，看来他真的懂很多。赵露思这样评价郑业成，说明两人关系不错。赵露思对郑业成的评价不落俗套，明显接地气，比那些我的伴侣很好，我的伴侣很优秀，很照顾我这样的评价更真实，体现了他们的相处之道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说出这样的评价。赵露思敢这么说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好，只有好朋友才能做出如此真实的评价，还是好异性朋友之间。要知道，会开车的伴侣一定要磨合好，尤其是异性伴侣之间，因为只有这样，郑业成才敢在赵露思面前开车，赵露思也会开玩笑的接受不妥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所以郑业成敢于频繁开车，恰恰说明他对赵露思非常信任，知道自己不会引起对方的厌烦。要是换成更正经的赵丽颖，郑业成可不敢这么做，赵丽颖3言2语就打回去。结尾，现在郑业成和赵露思都已经家喻户晓，以后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关系也不差。阿修罗，男主吴磊真的是烂片探测器吗？3岁成名，家庭经纪人，低分作品，投资7.5亿，豆瓣3.0的电影《阿修罗》上映仅2天就被舆论草草撤下。这部里里外外都暴露荒诞的影片，也成为了过去1周业内最大的笑柄。在嘲笑这部影片的同时，还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，心疼吴磊。话说回来，阿修罗真的是吴磊弟弟第一次在电影中担当男主角这么大的角色，不仅投资巨大，而且本片的2位配角是演员级别的梁家辉和刘嘉玲。看得出来，吴磊本人对这部片子也很重视，特意把阿修罗放在了微博简介最显眼的位置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看似威风八面的神级电影，却落得与
追梦演艺圈同归于尽的结局灰溜溜的撤档了，想想都让吴磊弟弟觉得尴尬。舒玉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接受这种烂片，但仔细一想，吴磊当了10几年童星，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上映。除了《琅琊榜》中的小飞流让他一夜爆红之外，他还有着小戏骨的称号。但是从那之后，一直到拍完《阿修罗》之后，请问大家吴磊的代表作是什么？有谁能说出来吗？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些年吴磊弟弟都拍了些什么。严格来说，他3岁就出道了。当时吴磊是广告界当红的童星，从相机到奶粉再到保健品，2年拍了50多部广告。有一次在艺校上培训班的时候，他碰巧遇到了《封神榜名之凤鸣岐山》的剧组来选角。出于对演戏的兴趣，吴磊自告奋勇参加，但实际上是被导演选中的。最终，剧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哪吒也成为了吴磊在演艺圈的第一个角色。后来，吴磊还在《新包青天》中饰演太子宋仁宗，《外星人在家》中的唐不酷，《顽皮马小跳》中的马小跳，都是童年的回忆。没想到有一天，嘟嘟君可以自信地说：“我是看吴磊的剧长大的。”2015年《琅琊榜》播出后，梅长苏和萧飞流之间的羁绊和信任着实圈粉了一大批。吴磊迅速走红，更多人意识到他不是童星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16岁的吴磊不再以扮演某某小时候的身份出现，而是逐渐成为男主角。说到这里，舒玉先生就不得不插手了。其实，娱乐圈里的童星最怕的就是残疾，比如《笑林小子》中的是小龙和郝邵文，绝对是精灵系萌系小童星的最佳代表。可如今他们长大了，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舒玉军还在一部网剧中发现了吴磊和郝邵文的同框，这是一个残酷的对比。同为童星出身的吴磊，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，颜值都很高。就在前段时间，吴磊刚成年的弟弟也出现在高中毕业典礼上，一身校服迅速走红网络。不少网友感叹，这就是小说中传说中的校草。然而，拥有如此高颜值和资本的吴磊弟弟，在16岁之后，却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一手好牌打个烂摊子。在这里，舒玉军不得不把邻居刘昊然拉出来对比一下。刘昊然2015年出道，资历和年龄与吴磊相近，但两人在影视资源的选择上却有天壤之别。舒玉军还转发了一篇关于刘昊然资源的详细文章，靠脸把一部剧打到8分，这也只有刘昊然能做到。下面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刘昊然近2年影视作品的实际表现。可见，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口碑和热度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有了陈思诚和佟丽娅的加持，刘昊然基本都能秒内抢戏。目前他还在为《九州缥缈录》的拍摄做准备。从阵容制作来看，无疑又是一部预定的大片。但是看看吴磊这个弟弟，真的很虐。不仅电影资源贫乏，即便是电视剧，基本都是无词片。按理说，小飞流给吴磊带来了不小的人气，后续的资源应该不会太差。但是在拍完《琅琊榜》之后，不久又出演了《山海经赤影传》。看看这份主演名单，几乎找不到他的身影。在演完6个配角之后，吴磊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男主作品《奇异星之新一怒马》。说实话，吴磊这部剧名字的长短也决定了这部剧的垃圾程度。这部烂网剧收视率低还好，更可悲的是，居然只有不到2000人评分。此外，舒玉军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了一部与《阿修罗》套路相似的魔片《极限追击》。这部电影于去年9月上映，吴磊在其中担任男主角，外国导演，中美合资，听起来好像花了很多钱。而令人称奇的是，本片还请来了大名鼎鼎的精灵王奥兰多·布鲁姆担任男主角，任达华、熊黛林、英达也在里面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堪称与好莱坞电影比肩的电影《极限追击》，最终的票房却连2000万都没有达到。看过电影的网友这样说：
这种电影的存在是对所有参演人员的羞辱，也是他们事业上的污点。这时候再看这部所谓的好莱坞大片，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山寨的国产山寨片。出品公司西艺影业是一家主营中美合拍片的公司，曾因电影版权问题卷入官司和丑闻。搞笑的是，还有网友质疑《极限追击》是不是一部洗钱片。从《极限追击》到《阿修罗》，吴磊一共出过这2部电影，都被认为是用来洗钱的。说实话，吴磊哥，你以后接戏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时间。此外，他还有一部尚未在国内上映的电影《奇迹之追红》。这部电影早在2015年就杀青了，而且还是中外合拍片。先来感受一下片中的画风，不管是在国内上映，观众绝对是躲过了一劫。不仅仅是影视，吴磊参加的所有综艺节目基本上都没有引起什么水花。24小时2季的收视率越来越差。最初的节目72层楼有很多宣传，一经播出，不仅评分只有 4.4， 连收视都创下了芒果 TV 的新低。看完以上作品，舒玉君也不得不发自内心的发问，为什么吴磊弟弟的资源这么差？说千言万语，离不开他的团队。吴磊并没有签约任何经纪公司，应该说他的团队中有1半左右都是他的亲戚。最大的经纪人是他的妈妈，姐姐吴越也化身助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吴磊与姐姐和妈妈在一起，自童星出道以来，与吴磊接触影视合作的都是妈妈，经常跟着他出席活动。不过毕竟不是职业经理人，在资源选择和艺人管理上难免会出现偏差，也因此出现了不少非常搞笑的飞蛾扑火。有一次，吴磊和宋威龙坐同一架飞机，但下飞机后，助理误以为宋威龙是吴磊，就去接了他。后面下飞机的吴磊捂着脸说不出话来，只能默默等待工作人员回来。今年春天的北电艺考，吴磊考完后离开考场，却发现找不到自己的队伍。没有手机，他只能借旁边记者的电话给助理打电话。最后发现工作人员在食堂吃饭。对于这个经常自力更生的年轻人来说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这些事情虽然听起来好笑，但实际上却暴露了团队成员的不专业。而吴磊的粉丝对于家人就是经纪人这一事实也一直诟病已久。尤其是阿修罗撤档后，更是有人要求更换经纪人团队。不过毕竟是亲生母亲，粉丝们既要考虑吴磊的未来，又要考虑婆婆的感受，自然不敢撕得太狠。球队换水的事情一时半会悬而未决，不过吴磊接下来会有《沙海》和《斗破苍穹》2大 IP 作品。对于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代表作的他来说，这2部剧能不能火起来也很重要。再来说说，在娱乐圈混了10几年，今年吴磊才刚成年，前路虽长，少年请爱护羽毛。关于吴磊和阿修罗，大家有什么其他的不满？欢迎在留言区和舒玉君交流哦。